我有脸盲症，却当了警察，是警队公认的废物。新来的搭档却能精准描述出我记不住的每一张脸。我们联手破获连环杀人案，我爱上了他。可后来在他家发现了一整面墙的受害者照片，上面画着红叉，最中间是我常服的生活照，旁边写着下一个我的爱人叶晨，这是你最后的机会。队长把一份档案摔在我桌上，震得笔筒跳起。再认错嫌疑人，你就自己写辞职报告。我低头盯着那份档案，上面的证件照在我眼里就是一团模糊的五官组合，女人，长发，看起来很普通。过3秒，我再看，就又是一个陌生人。我的脸盲症是刑警这个职业的绝症，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每一张脸在我看来都大同小异，我只能靠发型、衣着、声音来分辨。一旦他们换了装束，我就得重新记忆和匹配。队长，你什么你？上次抓捕让你盯住3号位的嫌疑人，你给我指了个路人，害得重犯跑了，2个同事受伤，你还有脸说？队长的声音很大，同事的目光也让我无地自容，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报告，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干净沉稳。我抬头看到一个穿着警服的身影，身姿挺拔，她的脸，我努力去看，但那张脸的细节丝丝缕缕从我脑中划走。江柔，新调来的，以后就是你叶晨的搭档。队长介绍道，语气不耐。他看向我，我下意识避开他的视线。你好，我叫江柔。他主动伸出手，我迟疑握了一下，他的手掌干燥温暖。队长，刚刚你说的是城西珠宝店的抢劫案吗？江柔问。对，监控视频拿到了，但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根本没法辨认。我能看看吗？江柔走到电脑前，点开了视频，视频模糊，只能看到一个黑影冲进店里，抢了东西就跑。所有人都看过，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江柔把视频放慢，一帧一帧看。他进门的时候，左脚比右脚先落地，但右脚拖踏了0.5秒。他腿受过伤，或者是个惯用左脚的瘸子。他拿东西的时候用的是右手，但调整口罩的时候用的是左手，说明他刻意隐藏自己的惯用手是左手。还有这里，他指着屏幕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他经过柜台时，身体下意识避开了监控探头，但他脖子上戴的项链甩了出来，是一个很小的狼牙吊坠。他转头看向我，叶晨，你上次去现场勘查，有没有闻到什么特别的气味？我愣住，我记不住脸，但我的嗅觉和听觉因此变得格外敏锐。我闭上眼，回忆那天的场景，有一种很廉价的橘子味古龙水，混着铁锈和汗味，很好。江柔笑了，我看不清她的笑容，但能听出声音里的愉悦。队长，申请排查名单，3年内有抢劫前科，左撇子，腿部有伤，居住在城西老工业区附近的无业人员，重点排查喜欢喷橘子味古龙水，有佩戴狼牙吊坠习惯的人。队长半信半疑，但还是照做。2个小时后，消息传来，嫌疑人张婷在家中被捕，人赃俱获。他左腿有旧伤，是个左撇子。桌上放着一瓶橘子味古龙水，脖子上挂着狼牙吊坠。办公室里一片不可思议的目光。江柔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我们是搭档，叶晨，我做你的眼睛，你做我的鼻子和耳朵。我们搭档的第1个月，连续破了3起积案，1起是入室盗窃案。我记不住嫌疑人的脸，但记得他走路时鞋底摩擦地板的特殊声音。江柔根据这个声音判断出嫌疑人穿的是一种特定品牌的劳保鞋，鞋底有磨损，大大缩小了排查范围。1起是诈骗案，我无法从受害者描述的五官中拼凑出骗子的长相，但我记得他说话时轻微的口吃，以及总是不自觉地用小指敲桌面的习惯。江柔结合这2点，找到了一个有语言障碍和心理强制症前科的惯犯。还有1起是酒吧斗殴，现场乱成一团，目击者们证词互相矛盾，我分辨不出谁是谁，急得满头大汗。江柔让我闭上眼睛，别看他们的脸，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情绪。那个说自己什么都没看见的酒保，他心跳很快，在撒谎；那个指认别人的黄毛丫头，他说话时眼神飘忽，不停看自己的手，他才是先动手的人。还有那个劝架的，他身上的酒味和别人不一样，是威士忌，不是啤酒。他不是顾客，是其中一方的朋友。在他的引导下，混乱的线索被一一理清。我对他从感激变成了依赖，没他我寸步难行，有了他，我成了队里最厉害的警察。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些敬佩。我在队长口中听到一句，干得不错。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江柔。我开始观察他，他很高，我只到他肩膀。他不抽烟，身上总有淡淡的肥皂味。他喝水只喝温水，吃饭速度很快，但从不发出声音。他安静，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切中要害。他似乎无所不知。我渐渐习惯了他在我身边，习惯了他为我描述每一个我记不住的嫌疑人的脸，习惯了他为我挡开拥挤的人群，习惯了他在我迷茫时告诉我该怎么做。一天下班，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伞，站在警局门口发愁。一辆黑色的车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是江柔。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认得她的车和她身上的肥皂味。上车，我送你。车里开着暖气，他递给我一杯热咖啡，不加糖，你应该喜欢。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我却只喝不加糖的黑咖啡。可我从没对人说过。你怎么知道？我观察到的。他平静地回答。发动汽车，雨刮器在玻璃上规律地摆动，车里很安静。我捧着咖啡，看着窗外的雨。江柔的咖啡，看着窗外的雨。江柔，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做我的搭档。他说，我才是该谢谢你的人。我不解看向他。叶晨，你让我觉得我的存在有意义。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都是江柔的身影和他说话的声音，我好像喜欢上他了。市里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是一名年轻男性，在家中被杀，现场很干净，凶手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脚印或者毛发。这是3个月内的第3起类似案件了。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职业、年龄、社会关系都天差地别，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独居男性，且现场都异常干净。媒体称之为幽灵杀手。我和江柔被调入了专案组。案发现场
法医正在进行初步尸检，我闻到了空气中除了血腥味，还有一种奇怪的香气，是晚香玉。江柔在我身边低声说，凶手在现场点了晚香玉的熏香。我点头，把这个细节记在心里。有什么发现？队长问。法医摇头，和前2起案子一样，一刀毙命，凶器是专业的刺刀，没有挣扎痕迹，应该是熟人作案，或者是在受害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动手的。又是熟人作案。队长抓了抓头发，3个死者，社会关系网查了个底朝天，根本没有交集，案情没头绪。这个幽灵杀手像一个完美的犯罪艺术家，炫耀着自己的作品，却不留下任何署名。江柔戴着手套，在房间里仔细勘察。他走到窗边，停了下来，窗户是从外面锁上的。他说，我们都围了过去。这栋楼是老式公寓，窗户是那种需要从里面用插销锁住的，但现在插销好好插着，窗户却关得严严实实，这怎么可能？一个年轻女警问。除非凶手会飞。江柔看着窗外说，不，他只是比我们更熟悉这种老式窗户的结构，用一根足够细的铁丝从窗缝伸进去，就可以拨动插销。他顿了顿，补充道，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一双非常稳定的手。我看着江柔，她的手就非常稳定，我见过她用手术刀一样精准的动作，从一堆杂乱的物证中夹起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纤维。这个细节在我脑中闪过一瞬。接下来的几天，调查依旧毫无进展，专案组每天开会，每个人都愁眉不展。江柔提出了一个新的调查方向，我们一直在查受害者之间的联系，但如果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呢？如果凶手选择他们是随机的呢？随机？队长反问。那他的动机是什么？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仇，也不是为了情。江柔说，他只是享受这个过程，杀人对他来说是一场游戏或者一个仪式。我问，仪式？江柔说，对，比如晚香玉。晚香玉的花语是危险的快乐，而且你们没发现吗？3个案发地点在地图上连起来，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所有人都被他的话镇住了。这一个等边三角形，所有人都被他的话镇住了。我们立刻拿出地图，把3个地点标记出来，果然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如果我的推测没错，下一个案发地点会是构成一个正方形的第4个顶点。江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点，凶手在用整个城市下一盘棋。那一刻，我看着江柔，升起一阵莫名的寒意。他太了解这个凶手了，了解的就好像凶手是他自己。我开始留意江柔，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刑警的职业病，但我的心告诉我，我在害怕。我发现他有很多小习惯，他思考的时候喜欢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轻轻敲击桌面，节奏是3长2短。我们去侧写专家那里听取对凶手的画像分析，专家说凶手极度自律，可能有轻微的强迫症，他可能会有一些无意识的有节奏的习惯性动作。我的心沉了一下。专家又说，从现场的布置来看，他有很强的仪式感，他追求完美，不能容忍任何瑕疵。这种人在生活中可能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又想到江柔，她的办公桌永远一尘不染，文件摆放整齐，她的着装永远无可挑剔，警服领口没有褶皱，她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女人。我开始失眠，做噩梦，梦里江柔的脸和凶手的影子重合在一起，我不敢看她，她似乎察觉到我的疏离。一天，我们开车去排查线索，车里只有我们2个人。叶晨，你最近怎么了？他问。没什么。我看着窗外，你在躲着我。他的语气很肯定。我没说话，是因为这个案子压力太大吗？可能吧，我敷衍道。他把车停在路边，转过身看着我，叶晨，我被迫与他对视，他的眼睛很深，我看不清里面的情绪。你在怀疑我？不是疑问，是陈述。没有，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你有？他说，从我提出那个等边三角形的推测开始，你就开始怀疑我了。我无法否认。江柔，你觉得我太了解凶手了，是吗？他打断我，你觉得我的分析不像是推测，更像是陈述。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他突然笑了。叶晨，你真是个合格的警察，有怀疑是好事。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想到这些吗？我摇摇头，因为我大学辅修过犯罪心理学，我研究过很多连环杀手的案例。这个幽灵杀手的手法和历史上一个叫钟表匠的杀手很像，同样追求仪式感，同样把杀人当成艺术。他的解释天衣无缝，是我太多疑了吗？是这个案子让我变得神经质了吗？对不起，江柔，我低声道歉，我不该怀疑你。没关系。他重新发动汽车。我说了，你是合格的警察，但我们是搭档，我希望你能信任我。如果你不信任我，我就无法成为你的眼睛。我看着他，是啊，他是我的眼睛，我怎么能怀疑自己的眼睛？那天之后，我强迫自己不再眼睛，我怎么能怀疑自己的眼睛？那天之后，我强迫自己不再胡思乱想。我们把调查重点放在了江柔画出的那个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但几天过去，一无所获，队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所有人都觉得江柔的推测是错的，只有我选择相信他。我相信他，不是因为证据，而是因为我需要他，我不能失去他这个搭档，更不能失去这个我爱上的女人。第4起命案发生地点和江柔在地图上标出的那个点分毫不差，整个专案组都轰动了。江柔一时间成了神探，队长对他充满了欣赏和信任，同事们也对他言听计从，而我心里的那点怀疑也消失。如果我当时把我的怀疑说出来，如果大家因此放弃了这个调查方向，那么第4个受害者，我不敢想下去。我感到一阵愧疚，我竟然怀疑过他。江柔，对不起。在没人的走廊里，我向他道歉。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我不该。叶晨，他打断我，我说过，我不在意，我只在意你是否还愿意相信我。我信。我看着他，语气坚定。他笑了，我依然看不清他的五官，但我能感觉到他笑起来时，眼角会有好看的纹路，那就好。第4个案发现场和前3个一样干净，死者是名芭蕾舞演员，现场同样点了晚香玉。凶手越来越大胆了。江柔勘察完现场，得出结论，前3个现场他都做了反侦查处理，但这个现场他留下了一个东西，他用镊子夹起一个证物袋，里面是一张歌剧票，卡门是著名的交际花，他
他玩弄男性，最后被情人刺死。一个同事说，这和案子有什么关系？4个受害者都不是那种生活放荡的男人，也许凶手想告诉我们，他的审判和世俗的道德无关。江柔看着那张票，他有他自己的审判标准。什么标准？队长问。江柔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但这张票是给我们的战书。接下来的调查围绕着这张歌剧票展开，我们查了全市所有上演卡门的剧院，排查了所有购票记录，工作量巨大，依旧毫无头绪。凶手像是又消失了。我和江柔的关系因为这次的预言成功变得更加亲密。他会带早餐给我，记得我胃不好的日子还会给我准备温水。队里同事开始开我们的玩笑，我嘴上否认，心里却很甜。我以为等案子结束，我就会向他告白。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搭档下去，直到那天我们去追捕一个嫌疑人。那个嫌疑人只是一个偷车贼，和幽灵杀手案无关，但在追捕过程中，他跑进了一个废弃工地。我追得太急，没注意脚下，被一根钢筋绊倒，脚踝传来一阵剧痛，我摔倒在地，看着嫌疑人越跑越远。江柔很快追了上来，但他没有去追嫌疑人，而是跑到了我身边。怎么样，伤到哪里了？他急切地问道。脚踝。他小心地脱下我的鞋子，我的脚踝已经……他急切地问道。脚踝。他小心地脱下我的鞋子，我的脚踝已经肿得很高。他二话不说，把我背了起来。他的后背很坚实，很温暖。我趴在他背上，闻着他身上熟悉的肥皂味，疼痛好像都减轻了。我送你去医院。不用，我说，只是扭伤，回宿舍冰敷一下就好了。不行，要去医院。但他没有开车去医院，而是开向了一个我不知道的方向。我们去哪？我家。他说，我家有医药箱，比医院方便。我没有反对，能去他家。我心里甚至有一点期待，我想看看他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的家和他的人一样，干净整洁，一丝不苟，黑白灰的色调，很有格调，但缺少生活气息。他把我放在沙发上，拿出医药箱，熟练地为我处理伤口。他的动作轻柔，我看着他低头的侧脸，心跳加速。好了，这几天不要乱动。他为我包扎好，谢谢。疼吗？我摇摇头。他给我倒了杯水，水温正好，你先坐着，我去给你拿点止痛药。他起身走向书房，我坐立不安，口渴的厉害，杯子里的水很快喝完了。我想自己去厨房倒水，不想再麻烦他。我扶着沙发，单脚跳着往厨房的方向去。路过书房时，我看到书房的门虚掩着。我不是好奇心重的人，但鬼使神差，我推开了那扇门，然后我看到了让我灵魂冻结的一幕。书房的墙上挂满了照片，既不是风景照，也不是生活照，是案发现场的照片。第一个受害者倒在血泊中，第二个受害者躺在浴缸里，第三个受害者死在卧室床上，第四个受害者那个芭蕾舞演员以一个诡异的姿势定格在客厅中央。他们都是幽灵杀手案的受害者。照片上，他们的脸上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而在这面墙的最中间，是我的一张照片，是我穿着便服在公园里吃冰淇淋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笑得开心，那是一个周末，我难得休息，一个人去公园散心。我根本不知道有人在偷拍我。我的照片上没有红叉，但在照片旁边用同样鲜红的字迹写着2个字：终曲。我身体升起一股寒意，耳朵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我扶着门框，才没有瘫倒在地。江柔，幽灵杀手，我的搭档，我爱的人，那个说着要做我眼睛的女人，她就是那个凶手。之前所有的疑点，所有的巧合，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她不是了解凶手，她就是在描述她自己。她犯下那些案子是为了什么？为了吸引警方的注意，为了让我一步一步走进她的陷阱。她选择我做搭档，不是因为我的嗅觉和听觉有多灵敏，是因为我的脸盲症。我是唯一一个永远无法在法庭上指认出她长相的完美证人。我感觉我的背后含义更深。我听到了脚步声，她从书房里间出来了，手上拿着一个药瓶。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转身想逃，但她从书房里间出来了，手上拿着一个药瓶。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我转身想逃，但脚踝的剧痛让我跌撞到了门框。叶晨，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僵在原地，不敢回头。你怎么在这里？她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但我能听到她心跳的频率变了。我慢慢转过身，我强迫自己不要去看那面墙。我看着她，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和平时一样。我想找洗手间，我的声音在发抖。这里是我的书房。她走到我面前，挡住了我的视线。洗手间在那边。她指了指另一个方向。好，我低着头从她身边走过，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我闻到了她身上那股熟悉的肥皂味，只是这一次，那味道里好像多了晚香玉的香气，还有血腥味。我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我靠着墙壁，身体在不停发抖。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惨白。怎么办？报警？我该怎么说？我说我看到了那面墙，他会承认吗？不，他会说那只是他研究案情的资料，说那张我的照片是为了保护我，因为凶手可能盯上我了，可能没人会相信我。一个脸盲症患者的指控，在明星警探江柔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会觉得我疯了的。而江柔，她知道我已经发现她的秘密，她会杀了我，就像杀死那些照片里的男人一样。不，我不能死，我不能让他得逞。我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恐惧没有用，我必须活下去。我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拍了拍脸，在抬起头时，镜子里的我恢复了之前看向江柔时的表情。我整理好后，若无其事地走出洗手间。江柔坐在沙发上等我。好点了吗？她问。好多了。我对她笑了笑。药呢？她把手里的药瓶和水杯递给我，我没有犹豫，接过药，吞了下去。我要让她相信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相信，在她眼里，我还是那个依赖她、信任她，甚至爱慕她的叶晨。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宿舍吧。她说好。回去的路上，我们和往常一样聊着案子。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但我能感觉到她一直在观察我。
透过后视镜，我假装看着窗外，没有注意到他的视线。到了宿舍楼下，他帮我打开车门，脚不方便，要不要我扶你上去？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我急忙拒绝，我1秒钟都不想再和他待在一起。那你小心点。我一瘸一拐地走进宿舍楼，直到走进电梯，我才敢回头。他的车还停在原地，他没有走，他在看我。回到宿舍，我立刻反锁了门，我瘫坐在地上，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刚才那短短的时间，我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我安全了，暂时的。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对我下手，终曲就是为我准备的，我不能坐以待毙。我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关于钟表匠杀手的所有资料。江柔说，幽灵杀手在模仿他，这是一个线索。钟表匠是一个极其自负的连环杀手，他会在杀死最后一个受害者后，向警方自首，并公布他所有的作案手法，享受世人的赞美。如果江柔也在模仿他，那么他也会有这个公布的环节，而我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他不会让我轻易死去，他会为我准备一场盛大的演出。他要的不是我的命，他要的是在我死前看到我脸上崩溃绝望的表情。他要成就他的伟大。这是一个自负的女杀人狂，而自负就是他最大的弱点。我要利用他的自负反杀他。接下来的几天，我表现得比以前更依赖他，让他帮我带早餐，帮我整理案卷，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分析案情。他似乎很享受我这种状态，他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温柔，那种温柔里藏着看穿一切的掌控感，还有一丝怜悯。我开始利用我的弱点为自己铺路。我记错了几个同事的名字，引来大家善意的嘲笑。我认错了队长，对着副队长的背影汇报工作。我不断的在所有人面前强化我脸盲症很严重的这个事实，我让所有人都相信我根本不具备指认一个人的能力。同时，我做着另一手准备，一个微型录音设备藏在了我的吊坠里。我还联系了一个我绝对信得过的朋友，是一个在技术科工作的学长。我没有告诉他全部真相，我只是说我好像被一个变态跟踪了，我需要他帮我做一个小东西，一个可以实时定位，并且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触发紧急报警的装置。我把它伪装成一枚胸针，别在我每天穿的外套上。江柔对我状态似乎很满意，他没有再用那种探究的眼神看我，他开始和我聊一些案子以外的话题，聊他的过去，他的童年。他说他父母是学者，对他要求很严格，他从小就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很孤独。他说只有在犯罪心理学的世界里，他才能找到自己。他说他喜欢看那些罪犯的挣扎和疯狂，那让他觉得自己很正常。他在向我展示他的内心世界，他在为他的终曲做铺垫，他在引导我去理解他。我认真的听着，时不时点头，表示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心里却生出冰冷的恨意。他的孤独不是他可以剥夺别人生命的理由。周五那天，他约我下班后一起吃饭。我知道一家新开的餐厅，环境很好。他说我知道，时间到了。好啊，我笑着答应，但我的手心全是汗。餐厅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是一家私人会所，看起来很高级，没有其他客人，整个餐厅好像都被他包下来了。长长的餐桌上摆着精致的烛台和鲜花，是晚香玉，浓郁的香气让我感到恶心。喜欢吗？他为我拉开椅子，很漂亮。我坐下，努力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自然。他坐在我对面，倒了2杯红酒。叶晨，我们2杯红酒。叶晨，我们认识多久了？3个多月了。这3个多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间。他看着我，眼神专注。如果我不知道他的真面目，我一定会被他此刻的深情所打动。我也是。我低声说，你不好奇吗？他晃动酒杯，酒液在杯中摇曳。好奇什么？好奇我为什么会选择你做搭档。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来了，他要开始他的表演了。为什么？我问。因为你很特别。他说，你看不清这个世界，所以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的耳朵，你的鼻子，你的心，他们比眼睛更诚实。而我，他放下酒杯，是一个活在黑暗里的人。我渴望被看见，不是被那些肤浅的眼睛看见，而是被像你这样纯粹的灵魂看见。他说的那么动情，那么真诚。江柔，你还记得我们办的第一个案子吗？那个抢劫犯张婷。我点头。你知道我为什么能那么快锁定他吗？不是因为你观察力强吗？他笑着摇了摇头。因为那个案子是我设计的。我瞪大眼睛，装出很震惊的样子。是我匿名报警，说有人要抢那家珠宝店。是我把张婷的资料用一种很隐晦的方式透露给了线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让所有人看到我的能力。为什么？为了能成为你的搭档，为了能接近你。他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俯下身看着我。至于那个幽灵杀手，他凑到我耳边低语，那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即使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他亲口承认这一切时，内心深处的恐惧依旧控制不住滋生。我的录音设备正在工作，我的胸针也在正常运行。学长那边应该已经收到了我的定位，但我还需要更多。我需要他亲口说出他杀了那些人。礼物，我用破碎的声音问他，我不懂，他们是祭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狂热，他们的死亡是乐章的铺垫，而你，叶晨，你是我的终曲，是我最完美的作品。你杀了他们。是的。他直起身，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我杀了他们。第一个，为了测试警方的反应；第二个，为了验证我的反侦查能力；第三个，为了留下三角形的线索；第四个，是为了向你证明我是对的。你这个疯婆子！我失控喊道。我不是疯婆子。他抚摸上我的脸颊，动作温柔的令人发指。我是爱你的，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叶晨，别怕，你不会像他们那样死去，我会给你一个最盛大的落幕。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是一支注射器，里面是透明的液体，这是能让你忘记所有痛苦的东西。你会进入一个很美的梦境，然后在梦里和我永远在一起。他抓住了我的手腕，我开始挣扎，不，放开我，别动。叶晨，很快就好了。他的力气大的我根本挣脱不开，针尖离我的皮肤越来越近。就在这时，餐厅的门被撞开。
不许动！警察！无数穿着防弹衣的警察冲了进来，枪口对准了江柔。江柔的动作停住了，她一脸错愕，难以置信地看着门口的警察，又回头看我。怎么会？我甩开他的手，连滚带爬跑到队长身后。你设计的？他看着我，有些不解。我没有回答他。他被同僚死死按住，戴上了手铐。他没有反抗，他不解地看着我，一遍遍问为什么？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明明看不见我的脸，直到被押出餐厅，他还在重复着这句话。是啊，我看不见他的脸，我记不住他的长相，在法律上，我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指证他的目击者。这本是他计划里最完美的一环，但他算错了一件事。我的脸盲症让我失去了对人脸的记忆能力，却也让我对其他细节有了过目不忘的本事。我记得他敲桌子的节奏，我记得他走路的姿态，我记得他身上的肥皂味和他为了掩盖血腥味而点的晚香玉的味道。最重要的是，我记得他的心跳声。审讯室里，我和他隔着一张桌子，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问。在你家看到那面墙的时候，我回答。你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看到了，你会觉得我看清的只是你想让我看清的东西。他沉默了。我的脸盲症既是他的武器，也成了我的保护色。他不确定我到底看到了多少，这种不确定让他没有立刻对我动手，也给了我设局反杀的机会。那段录音是你早就准备好的？对，从我约你吃饭开始，你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对，他笑了，笑得有些自嘲。我以为我是猎人，你也是猎物。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最后一个问题。他抬起头，深深看着我。你爱过我吗？我看着他，这张我朝夕相处了3个多月的脸，在我眼里依然是模糊的。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也无法将他和记忆里的任何一个形象对应起来。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声音，一种气味，一个心跳的频率。我告诉他，我虽然记不住你的脸，但我记得住你爱我时和杀人时心跳的声音。爱我时，他的心跳沉稳有力，像温暖的潮水；而当他在餐厅里向我坦白一切，准备对我动手时，他的心跳快而狂乱，充满兴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听完我的话，彻底垮了。他低下头，肩膀在抖动。我不知道他是在哭还是在笑。我站起身，走出了审讯室，门在我身后关上，也隔绝了我和他所有的过去。阳光照在我身上，很暖。而后江柔被判处死刑。在他死后，我收到他律师转交的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叶晨，我终于让你真正的看见我了。我把信纸撕碎，扔进了风里。我不需要再依靠别人的眼睛，我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心去看这个世界。给我转回来。我一个机灵彻底醒了。2万话费，这词组合在一起，透着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我划开手机屏幕，刺眼的亮光让我眯起了眼。点开运营商的短信，最新的那条赫然写着：尊敬的客户，您已成功充值2万点00元，当前话费余额为2万015.72元。我惊得差点把手机扔出去。15块7毛2，这才是我正常的余额水平。我的手机套餐是为了保住这个跟了我多年的老号码办的，月租8块，平时通话全靠微信，流量全靠公司和出租屋的 Y 减 Fi。这2万块按我这消费水平，大概能用到公司给我交社保的最后一天，甚至可能比我的职业生涯还要长久。大姐您别急，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静，揉了揉太阳穴，试图让混乱的大脑开始运转。您确实充错了，但我没办法直接转给您，您应该联系运营商客服，说明情况他们有错账，退款流程的，这是最正规，对你我双方都最安全的方式。联系客服，我联系了。他们说要走流程要核实，得7个工作日，我等不了那么久。这是我给我儿子交学费的钱，你赶紧，现在立刻把钱转到我微信上。女人的声音愈发尖锐，仿佛我才是那个犯错的人。我皱起了眉头，这事儿透着古怪。且不说他这理直气壮到蛮横的态度，谁会用话费交学费？这理由拙劣的像小学生撒的谎。抱歉，这个我真办不到。第一，我没有义务为您的失误买单，更没有义务去承担额外的风险。第二，万一是诈骗呢？现在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我把钱转给您，您那边又跟运营商申请退款，我找谁说理去？我这2万块不是大风刮来的，是我一分一分加班赚来的。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走官方渠道，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我把逻辑摆得很清楚。诈骗，你说谁诈骗？你个小子心怎么这么黑？吞了2万块还说风凉话。我告诉你，这钱你要是不还，我跟你没完。他开始破口大骂，各种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从我的职业问候到我的家人，我没再跟他废话，直接挂了电话，拉黑。对付这种无法沟通的人，沉默是唯一的武器。世界清静了不到5分钟，另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或许是他换了号码，想好好说话了。一个粗犷的男声传来，像是憋着一肚子火：“你就是那个黑了我老婆钱的小子。先生，请您搞清楚，是您妻子充错了，不是我黑了她的钱。我已经告诉他联系运营商了，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的耐心正在被快速消耗。”少他妈废话！我老婆急得都快哭了。2万块钱对你们这些住京城写字楼的人不算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救命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半小时内钱必须到我账上，不然老子有的是办法找到你。赤裸裸的威胁，那股子蛮横劲和刚才那个女人如出一辙，我心里也升起一股火气。找到我，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这是敲诈勒索。钱在我的账户里，但不是我的，我不会动一分，但它也不是你的。在你通过合法渠道拿回去之前，它只是一个数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官方流程。你们再骚扰，我就报警了。报警你吓唬谁？你黑了我们的钱，你还有理了？行，你等着。电话被狠狠挂断，我看着手机一阵心悸。我知道这事儿没那么容易结束，但没想到这仅仅是一个噩梦的开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的手机被打爆了，他们像是有一个号码库，换着不同的号码轮番对我进行辱骂和威胁。短信里更是充满了各种诅咒和人身攻击，内容从出门被车撞死到全家不得好死，恶毒的程度超乎想象。
其中一条短信甚至说：“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 XX 大厦上班，住 XX 小区，你个外地狗，给我们等着！”骚扰并未止步于线上。中午时分，我的门铃响了，我从猫眼里看出去是一个外卖小哥，手里提着7、8份打包好的午餐。我隔着门说我没有点外卖。小哥一脸无辜，可是地址和电话都是您的，说是货到付款，一共387块。我瞬间明白过来，这是那对夫妻的杰作。我只能跟外卖小哥连声道歉，让他退回去。不到半小时，又来了另一家店的外卖。如此反复，1下午的时间，我拒收了5、6家不同餐厅的货到付款外卖，耗费了心力，也对那些辛苦奔波的小哥感到万分抱歉。更过分的是，他们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我公司的前台电话，开始疯狂拨打。我的同事老张偷偷给我发微信：“墨子，你得罪谁了？前台电话快被打爆了，都说是找你的，张口就骂，说你欠钱不还，搞得整个公司都知道了。”我看着微信，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羞耻和愤怒交织在一起，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一个单身在京城打拼的男人，说不怕是假的。我不是怕他们人高马大，而是怕这种无休止的纠缠，像一块狗皮膏药，粘上了就甩不掉，会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开始检查出租屋的门锁，甚至想过要不要先去朋友家躲2天。下午2点，手机的每一次震动都让我心惊肉跳，我实在忍无可忍，揣着手机和一肚子委屈去了最近的城西派出所。值班的民警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姓李，另一位是快退休的老民警，姓王，正端着个保温杯慢悠悠的喝茶。李警官听完我的陈述，看了看那些不堪入目的短信，皱起了眉头。这确实属于骚扰了，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这样，你把对方的电话给我，我来跟他们沟通。王警官在一旁插了句嘴：“小李，这种事我见多了，依我看，小伙子，你就当破财消灾。2万块虽然不少，但为了这点钱惹上这种滚刀肉，不值当。你把钱给他们，让他们写个收条，这事儿就了了，省得后面麻烦。”我心里一沉，我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话。我反驳道：“王警官，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是他们犯错在先，骚扰在后，我为什么要向他们妥协？这不是助长歪风邪气吗？”李警官点点头，对我说：“你说的有道理，我们不能和稀泥。”然后他当着我的面拨通了那个男人的号码，开了免提。“喂，你好，我是城西派出所的民警。”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爆发出更大的音量：“警察同志，你们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我们被骗了，这个男的黑了我们2万块钱不还，还反过来报警，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没有天理了？”男人的声音听起来义愤填膺，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演技足以拿个最佳男主角。李警官显然也愣了一下，耐着性子解释：“这位先生，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是你们自己充错了话费。”“什么叫我们自己充错了？他那个号码就跟我儿子的差一位，谁知道怎么就弄错了？错了他就该还钱啊，他不还，他就是诈骗，他偷换概念的本事一流。”“这不是诈骗，在法律上这属于不当得利。”但当事人林先生也说了，他同意通过运营商的官方渠道退款，是你们不同意。李警官试图普法：“官方渠道多慢啊，我们等着用钱，他手指头动一下就能解决的事，凭什么要我们等那么久？他就是想把钱黑了。”男人开始胡搅蛮缠，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李警官的语气也严肃了起来：“那你也不能对当事人进行辱骂和威胁，这是违法行为。我建议你们双方都过来一趟，到派出所来当面调解去就去，谁怕谁，我们就在附近，马上到。”挂了电话，李警官看着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看这样子是有点不讲理。“等会儿他们来了，你尽量保持冷静，别跟他们起正面冲突，一切由我们。”王警官则摇了摇头，一副你看吧，我就说很麻烦的表情。我点点头，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我知道这不会是一场调解，而是一场战争。不到20分钟，一对中年男女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男的叫高强，又黑又壮，一脸横肉，穿着一件紧绷的 T 恤，手臂上的肌肉求结；女的叫陈娟，瘦小干枯，但眼神里透着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泼辣。一见到我，陈娟就跟装了弹簧一样，指着我的鼻子尖叫：“就是他！警察同志，就是这个黑心肝的男人，吞了我们的血汗钱！”我冷眼看着他，一言不发。李警官立刻上前拦住了他：“冷静点，这里是派出所，有话好好说。”接下来的1个小时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无论李警官怎么解释法律条文和正规流程，他们就认一个死理。我必须立刻马上当场把钱转给他们。高强拍着桌子吼：“我不管什么流程不流程，法律不外乎人情，我们是弱势群体，你们警察就该向着我们。今天拿不到钱，我们就不走了。你们要是不给我们做主，我们就去找媒体说你们警察不作为，包庇城里人。”陈娟则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撒泼哭嚎，拍着大腿，声音尖锐刺耳：“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辛辛苦苦攒的钱就这么被黑了，没天理了！我儿子等着这钱交学费，交不上学费，他这辈子就毁了，都是你这个黑心的人害的啊！”他一边哭一边偷偷用眼角瞥着民警的反应。我坐在对面，从最初的气愤到后来的麻木，我终于明白，跟这种人是没办法讲道理的。他们只信奉自己的逻辑，我弱我有理，我闹我有理。他们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把一切不合理的要求都包装成理所当然。调解最终失败了，李警官对他们进行了口头警告，让他们不准再骚扰我。2人虽然不情不愿，但在警察的威严下，还是被请出了派出所。离开时，高强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淬了毒的钉子，让我不寒而栗。我以为进了派出所，他们总该有所收敛。但我错了，我严重低估了人性的恶，也低估了他们纠缠到底的决心。从派出所回来，我一整天都心神不宁，那个恶毒的眼神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第2天是周一，我强打精神去上班，在地铁里，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我，忍不住频频回头。坐在工位上，我也无法集中精神，脑子里反复回想着高强和陈娟的叫骂声。项目经理看我状态不对，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林墨，没事吧？”
脸色这么差，我勉强笑了笑，没事，可能周末没休息好。我不敢告诉同事这种事，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场正在不断升级的灾难。一整天手机都很安静，我以为他们终于消停了，或许是民警的警告起了作用，我心里甚至有了一丝侥幸。晚上7点，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位于老旧小区的出租屋，小区没有电梯，我住在5楼。就在我爬到4楼半，掏出钥匙准备开门时，一道黑影从楼梯的拐角处猛地窜了出来，是高强，他身边还跟着陈娟。他们竟然真的找到了我的住处，你个小王八蛋，还敢报警！高强的脸在昏暗的声孔，楼道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我心头一紧，下意识的后退一步，但我的手腕被他一把抓住，力气大得像一把铁钳，捏得我骨头生疼。跑你往哪儿跑？他猛地一拽，我重心不稳，整个人被甩向了墙壁，后脑勺重重地磕在水泥墙上，瞬间一阵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把钱转过来，听见没有？他对着我咆哮，唾沫星子都喷到了我的脸上。陈娟则在一旁尖声附和，像个助威的跳梁小丑，跟他废什么话？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东西，今天不给钱就打死他！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愤怒和求生的本能。后脑勺的剧痛和屈辱感让我热血上涌。我挣扎着大吼：“你们想干什么？这是入室抢劫，是犯罪！”高强见我反抗愈发暴躁，抬手就给了我一拳。我被打得偏过头去，嘴角瞬间尝到了血腥味。他拽着我的衣领，把我往地上拖，拳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我蜷缩成一团，只能用手臂护住自己的头和要害，腹部背部传来一阵阵闷痛。住手！你们干什么？一声暴喝传来，像平地惊雷。是住我对门的老王，老王是个热心肠的退伍军人，身材魁梧，平时总爱穿着一件军绿色的背心，见谁都爱唠叨2句。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冲出来。高强愣了一下，回过头骂道：“少管闲事，滚开！”老王3步并作2步冲上来，一把推开高强，将我护在身后。他那身板像座山一样稳，同时掏出手机，动作利索。我已经报警了，摄像头都拍着呢，你们再动一下试试。高强和陈娟对视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他们大概没想到会有人出来干涉，更没想到这老旧的楼道里竟然有监控。算你狠！高强撂下一句狠话，拉着还在叫骂的陈娟，仓皇逃下楼去。老王扶起我，看到我满脸是血，惊道：“小林，你怎么样？伤到哪儿了？”我感觉额头上一片温热黏腻，伸手一摸，全是血。巨大的疼痛和后怕在此时才如潮水般涌来，我腿一软，瘫倒在地。再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鼻腔里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医生说我头部有一道5厘米的伤口，缝了8针，还有轻微脑震荡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他一边给我处理伤口，一边摇头：“现在的年轻人火气怎么都这么大？”派出所的李警官很快也来了，给我做了笔录。他看到我头上的伤，表情严肃：“林先生，你放心，这次性质完全变了。老王家门口的监控清晰地拍下了高强施暴的全过程，这是铁证。这已经不是民事纠纷，是刑事案件了。”李警官告诉我，高强和陈娟当晚就在他们住的地下室被抓获，这次是刑事案件，他们跑不了了。老王也来医院看了我，给我提了个果篮，一脸歉意：“小林，都怪我早该提醒你。前2天我就看到这对男女在楼下鬼鬼祟祟的转悠，问了几家邻居你的情况，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应该早点跟你说一声的。”我连忙感谢他：“王叔，您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您，我今天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老王摆摆手，叹了口气：“我当过兵，最看不得这种欺负老实人的事。你好好养伤，需要作证随时找我。”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白色的天花板，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遵纪守法，只是想通过最正规、最理性的渠道解决问题。为什么换来的是一顿毒打和这满身的伤？这个世界难道真的是谁横谁有理吗？我不敢告诉父母，只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需要住院观察几天。但他们还是从我虚弱的声音里听出了端倪。我妈在电话那头就急哭了，非要问我到底在哪家医院。第2天，他们就从老家坐了最早的一班高铁赶了过来。看到我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上还有淤青，脸色苍白的样子，我妈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我爸则铁青着脸，拳头攥得咯咯作响，一言不发的在病房里来回踱步。我知道再也瞒不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本地说了：“畜生，简直是畜生！”我爸气得浑身发抖，一拳砸在床头的柜子上：“小莫，你放心，这事儿没完。爸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请最好的律师，让他们付出代价。”我妈抓着我的手，哭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给我擦脸，仿佛我是个易碎的瓷器。有父母在身边，我那颗在京城独自漂泊、担惊受怕的心，终于有了停靠的港湾。接下来的几天，我安心养伤。公司那边同事老张帮我请了假，他是我的同乡，关系最好。他知道我的事后，气得在电话里直骂娘，说要发动同事给我捐款，被我婉拒了。我不想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更不想被别人同情。高强和陈娟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他们的家人倒是来了几次。先是来了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老太太，自称是高强的母亲，她一进门就哭天抢地，说他们不懂法，一时糊涂求我放过他们。后来又来了一个自称是高强弟弟的男人，先是客客气气的道歉，看我爸态度坚决，就开始软硬兼施。哥们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哥那脾气是爆了点，但他也是为了孩子着急。咱们私了，我们赔你医药费，再给你5000块钱营养费，这事就算了。你要是真把他送进去了，我们这一大家子可饶不了你。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我爸，直接把他们轰了出去。滚，有什么话法庭上见。这天上午，病房门又被敲响了，我以为又是他们的家人。我爸正准备发火进来的，却是高强和陈娟本人，身后还跟着2个穿制服的民警。他们因为证据链中关于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的部分还需要进一步补充侦查，暂时被取保候审了。
一进门，高强和陈娟扑通一声齐刷刷地跪在了我的病床前。林先生，我们错了，我们不是人，我们鬼迷心窍，被猪油蒙了心，求求你高抬贵手，给我们一次机会吧。高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着，完全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头磕在地上，咚咚作响。陈娟更是把头磕得砰砰响。我们家里还有2个孩子在上学，一个高中，一个初中，正是要紧的时候，我们要是坐了牢，他们就全毁了。我给你带来了我们家自己养的老母鸡，给你补补身子，求你撤案吧。他说着，从一个布袋里掏出一只被捆着腿脚还在扑腾的活鸡。那场面荒诞又可笑，一只鸡在洁白的病房里显得格格不入。我看着他们，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在我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在我被他们堵在楼道里孤立无援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一丝怜悯？他们的眼泪不是为我流的，是为他们自己即将付出的代价而流。现在知道求饶了，打我儿子的时候，你们的威风哪去了？我爸挡在我面前，声音冰冷：“警察同志。”我看向那2位民警，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不同意和解，也绝不签署任何谅解书。我要求依法严惩。”高强和陈娟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软在地。他们被民警带走了。那只无辜的老母鸡被遗忘在病房的角落里，茫然地叫着。我看着那只鸡，忽然觉得它和之前的我一样，都是待宰的羔羊。但我现在不想再做羔羊了。我以为拒绝和解，等待法律的公正判决，就是这件事的终点。可我又一次天真了。我以为法律是终点，却没想到有些人会选择用舆论来开辟另一条捷径。在我出院回家休养的第3天，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京城卫视王牌栏目《黄金调解》的电话。对方说高强和陈娟找到了他们，希望通过节目组的调解化解我们之间的矛盾，并且愿意在电视上公开向我道歉。我本能的想拒绝这种闹剧，我不想再参与。但对方说的恳切：“林先生，我们知道您是受害者，我们节目一向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想帮您解决问题，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而且将此事公之于众，也能对施暴者形成舆论压力，让全国观众都看到他们的丑恶嘴脸，对您是有利的。这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普法效果，警示社会。”我有些犹豫，对方的话似乎有道理。我上网查了一下《黄金调解》，是京城卫视的王牌节目，收视率很高，主持人张兰以知性、公正的形象深入人心。或许通过这个平台，真的能让事情得到一个更公正的解决。我爸妈也觉得上电视把事情说清楚，让大家评评理是好事。思考再三，我同意了。2天后，节目组的记者和摄像来到了我家，主持人就是张兰本人，她看起来比电视上更亲切，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对我嘘寒问暖。她先是表达了对我的同情，然后开始提问。整个采访过程看似温和，却处处是陷阱。林先生，我们了解到对方是因为错充了2万块钱，一时情急才跟您发生了口角，是这样吗？他轻描淡写的用口角来定义那场骚扰，不是口角，是持续几个小时的辱骂和人身威胁。我纠正道：“好的是辱骂和威胁。”他点点头，话锋一转：“那您当时有没有想过，2万块对一个从农村来京城打工的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小数目，他们着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理解他们着急，所以我建议他们走官方渠道，这是最安全、最不会出错的方式。可他们说官方渠道要7个工作日，他们等不了，说是孩子的学费。您当时有没有考虑过，您一个在大城市有稳定工作的白领，一个大男人大度一点，先行垫付，或者先还一部分来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呢？毕竟助人为乐也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我愣住了，我为什么要为他们的错误先行垫付？这不合逻辑。在不确定对方身份和意图的情况下，擅自转账有巨大的风险。张兰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我们不是在谈逻辑，是在谈人与人之间的体谅和温情。您看，如果您当时能多一份体谅，展现出一点人情味，是不是后面的暴力冲突就不会发生了呢？我感觉血液开始往头上涌。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在指责我，因为我不够体谅和大度，才导致自己被打。这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我强压着怒火，拿出手机里的短信记录。张老师，您看看，这是他们发的短信，这像是情急之下说的话吗？这是赤裸裸的威胁。面对这样的威胁，您说的体谅和温情从何谈起？张兰扫了一眼，不置可否，又把话题引向了别处。我们去采访了高先生的家人和邻居，他们说家里情况很困难，2个孩子都面临升学压力，全家就靠他们2口子打零工。他们也知道错了，也下跪给您道歉了，您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吗？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彻底明白了，这哪里是调解，这分明是拉偏架。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立场。我一个在大城市打拼，穿着体面，住在商品房的单身青年是强势的一方，而他们一个贫困、走投无路，为了孩子学费的农村家庭是弱势的一方。我的冷静被解读为冷漠，我的坚持原则被扭曲成得理不饶人。我的采访就到这里。我冷冷地站起身，我要求你们播出的时候，必须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完整的，不能有任何恶意剪辑。张兰依然微笑着，您放心，我们是专业的媒体，有我们的职业操守。送走他们，我瘫在沙发上，一种比身体受伤更深的无力感笼罩了我。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好像掉进了另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我越想越不对劲，拿出另一部旧手机，打开了录音功能。这是我多年职场生涯养成的一个习惯，重要的谈话都会留个底。那个周五的晚上，黄金调解播出了。我和爸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从节目开始的那一刻，我的心就不断下沉。节目被剪辑得面目全非，开头是高强和陈娟对着镜头痛哭流涕的画面。节目组特地去了他们租住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镜头给破旧的家具、发霉的墙壁、孩子墙上贴满了奖状特写。他们讲述着自己如何辛苦打工，从农村来到大城市，如何含辛茹苦地供2个孩子读书。那2万块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救命钱。
充错话费后，他们只是着急的打了几个电话，却遭到了我的冷漠拒绝和恶语相向。我去派出所报警，被描绘成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是城里人欺负外地人。他们在我家楼道堵我、打我的那一幕，被一句话带过。情急之下，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而我头上那道缝了8针、触目惊心的伤口，只给了一个模糊的远景。老王的正义出手，更是被完全剪掉。节目的大篇幅都在渲染他们的惨。破旧的地下室墙上贴满奖状的孩子无助的眼神，以及他们在节目里对着镜头向我、向全社会声泪俱下的忏悔。而我的部分呢？我坚持走官方渠道的理性分析被剪掉了，我展示威胁短信的画面被剪掉了，我强调这是刑事案件，要求依法处理的部分被剪掉了。节目里只留下了我面无表情的说着我不和解，我要求依法严惩的片段。在他们精心营造的弱者形象对比下，我显得冷酷无情，像一个毫不同情心的恶霸。再配上主持人张兰那句意味深长的旁白，有时候我们多一份宽容，世界就会少一些戾气。法律之外，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人情，给一个走投无路的家庭一条生路，或许才是更大的善良。节目一播出，舆论炸了。我的手机号、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公司信息一夜之间被人肉了出来，传遍了全网。有人制作了我的恶人表情包，在各大社交平台病毒式传播。节目组的官方微博下，几万条评论全是骂我的。这男的心也太狠了，不就是2万块钱吗？至于把人往死里逼，人家都下跪了。看他那冷漠的样子，一点男人该有的气度都没有，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了2万块就要毁掉一个家庭，让2个孩子没书读，真恶毒！这种人就该被网暴，让他社死，滚出京城！谩骂的电话和短信像潮水一样再次涌来，比上一次猛烈100倍。还有人往我家门口扔垃圾、倒油漆，在墙上用红字写上黑心男，滚出去！甚至有人找到了我父母在老家的地址和电话，对我爸妈进行骚扰。我躲在家里，窗帘都不敢拉开，整个人都在发抖。我不敢相信，仅仅因为一档颠倒黑白的电视节目，我就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罪人。我爸气得心脏病差点犯了，吃了速效救心丸才缓过来。我妈抱着我不停地哭。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公司的 HR 总监，他亲自给我打了电话：林默，我很遗憾地通知你，因为这次的负面舆论给公司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很多客户打电话来投诉，公司的股价都受到了波及，董事会决定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我们会按恩正义对你进行补偿。电话那头是冰冷而公式化的声音，我拿着手机，脑袋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工作没了，名声毁了。我像一只被巨石碾过的蝼蚁，连呼吸都觉得痛。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如果我一开始就把钱转给他们，是不是就不会有后面这一切？是不是我的坚持原则本身就是一种错？那个深夜，我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我第一次有了想死的念头，从5楼跳下去，是不是一切就都解脱了？是妈妈的哭声把我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她半夜起来看我，发现我坐在窗台上，吓得魂飞魄散。她一夜白了头，抱着我说：“小莫，你要是想不开，妈也不活了，我们回老家，我们再也不待在这伤心的地方了。”我爸则一夜没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天亮时，他走到我面前，眼睛里布满血丝，却透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坚定。儿子别怕，他们想用舆论压垮我们，我们就用真相打回去。这个世界总得有讲理的地方，你没错，错的是他们。爸，就算卖了老家的房子，也要跟你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我看着父母憔悴的面容，心如刀绞。我不能倒下，我倒下了，这个家就塌了。那个想死的念头被一股汹涌的恨意和不甘所取代。凭什么？凭什么做错事的人可以扮演受害者，博取同情？凭什么坚持原则的人要被污蔑、被网暴、被毁掉一切？我不服！我从床上爬起来，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那个双眼红肿、脸色惨白的自己，对自己说：林默，你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是那个颠倒黑白的节目组。现在该反击了。我关掉手机，拔掉网线，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巨大的压力下，我的大脑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第一步，梳理证据。我把所有的证据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像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检查自己的武器。通话记录每一次他们打来的骚扰电话，时间时长都清清楚楚。短信记录那些充满威胁和辱骂的文字，一条都不少，我全部截了图。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调解笔录，这是官方的证明，证明我从一开始就在寻求合法途径解决问题。医院的诊断证明和伤情鉴定报告，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最重要的是老王家门口那个监控拍下的未经剪辑的完整视频。我特地去感谢了老王，并从他那里拷贝了原始文件。视频里高强如何拽我的衣领，如何对我拳打脚踢，陈娟如何在一旁煽风点火，一清二楚。还有我和黄金调解、记者张兰的完整对话录音。我庆幸自己留了心眼，这段录音是戳穿他们公平公正嘴脸的致命武器。证据链完整了每一环，都指向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相。第二步，选择平台。我不能再相信任何传统媒体，我要自己发声。网络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能用网络回我，我也能用网络自证清白。我注册了一个新的社交账号，名字就叫2万块事件当事人林默。然后我花了1个下午，写下了一篇长长的预告。大家好，我是被黄金调解节目推上风口浪尖的林默。我知道现在网上骂声一片，我被塑造成了一个冷漠恶毒的男人，但那是真相吗？3天后，周一晚上8点，我将进行直播，公布所有未经剪辑的原始证据，包括电话录音、监控视频以及与节目组的完整对话。请大家给我1个小时，听一听事件另一方的声音。真相不该被掩埋，正义不该被歪曲。我不要同情，只要一个公道。我把这篇预告连同我的伤情鉴定照片，以及被打后血流满面的自拍一起发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我浑身像是被抽干了力气，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这是我的战争，我必须赢，不为别的，只为我所受的屈辱，为父母流下的眼泪，为被践踏的公理。周一晚上7点半，我坐在电脑前，深吸了一口气。我爸妈紧张的手在门外，不敢进来打扰我。我把所有的证据文件都在桌面整理好，按时间顺序编了号，打开了直播软件。距离8点还有半个小时，直播间里已经涌进来了上万人，大部分都是闻讯赶来看热闹和继续骂我的人。弹幕里依旧是铺天盖地的谩骂和嘲讽。来看这个渣男还能怎么洗白？肯定又是卖惨博同情没新意，证据怕不是 P 出来的吧？为了洗白脸都不要了，赶紧滚出京城，别在这儿污染网络环境。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内心毫无波澜。暴风雨前的宁静，我的内心也一样。8点整，我打开了摄像头。大家好，我是林墨，谢谢大家愿意花时间来看我的直播。我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平静。在开始之前，我不想卖惨，也不想煽动情绪，我只想请大家耐心地看一些东西，听一些东西，然后你们再做出自己的判断。我没有露脸，直接将屏幕切换到了电脑桌面。首先，我们按时间线来捋一整件事。我把手机投屏，展示了运营商发来的2万块充值短信，以及我的8元套餐截图。这是事情的开端。我一个8元保号套餐的用户，突然收到2万话费，我的第一反应是让对方走官方渠道，这是最安全、最合规的方式，对我们双方都负责。我不认为这有任何问题。接着我放出了陈娟和高强最开始打来的电话录音，尖酸的叫骂，蛮横的威胁，粗鄙的脏话，通过电流传遍了整个直播间，弹幕有了一瞬间的停滞。这态度好像和节目里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不太一样。我靠，这男的也太横了吧！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了？然后是铺天盖地的威胁短信截图，我一张张的展示。老子有的是办法找到你，你个小王八蛋，给我等着，让你全家死光光！各位，当你们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们还会觉得对方只是一时情急吗？你们还会觉得我应该大度地把钱转过去吗？直播间的人数在飞速上涨，突破了10万。弹幕的风向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接下来是大家最关心的，被黄金调解节目组定义为肢体冲突的那个晚上。我点开了老王家门口的那个监控视频，视频是高清的，楼道里的声音也录得很清楚。从高强突然窜出，抓住我到他把我甩向墙壁，再到他拽着我的衣领，对我拳打脚踢，每一个动作都清晰无比。我被打倒在地时的怒吼和求救声刺痛着每一个人的耳膜。老王冲出来喝止的全过程也完整的呈现了出来，弹幕彻底炸了。这他妈是肢体冲突，这是单方面殴打，是故意伤害。我的天，下手也太狠了，这是往死里打啊！那个女人还在旁边叫好。我收回我之前骂她的话，我郑重道歉。这哥们也太惨了，节目组瞎了吗？这种画面剪辑成肢体冲突，良心被狗吃了。我没有理会沸腾的弹幕，继续冷静地放出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头上缝了8针的照片，这是肢体冲突的结果。现在大家还觉得我得理不饶人吗？如果那天晚上没有我的邻居王叔叔出手相助，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直播间人数突破了50万，并且还在疯狂涌入。各大社交平台关于我直播的话题已经开始发酵。事情到这里本该进入司法程序，但是黄金调解节目组找到了我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冷意，他们说会公平公正。现在我让大家听一段录音，听听金牌主持人张兰老师是如何公平公正的。我点开了那段采访录音，张兰那些充满诱导性的提问清晰地传了出来。您一个大男人大度一点，先行垫付。如果您当时能多一份体谅，是不是后面的暴力冲突就不会发生了呢？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当这些话配上我刚刚放出的暴力视频，显得无比讽刺和恶毒。直播间的愤怒被彻底点燃。卧槽，这主持人是个人？这不就是受害者有罪论吗？合着被打还是林墨的错了？什么狗屁黄金调解，颠倒黑白吃人血馒头，为了收视率脸都不要了。我吐了。张兰平时在电视上一副知心大姐的样子，没想到这么恶心。抵制京城卫视，抵制黄金调解，必须给个说法。舆论在这一刻彻底反转。我看着屏幕上滚动的支持和道歉，知道时机到了。各位，证据展示完了，但我还想做一件事。我拿起手机，当着直播间100万观众的面，拨通了高强的电话，并且开了免提。电话响了几声，被接通了。喂，高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得意，他大概以为我是来求饶的，因为舆论已经把他塑造成了完美的受害者。高强是我，林墨。哦，怎么想通了？被骂傻了吧？他幸灾乐祸地笑着，想通了就赶紧去派出所撤案，别他妈在这儿浪费时间。他依旧是那副不可一世的语气。我淡淡地问：“你现在在看直播吗？”他愣了一下：“什么直播？少跟我扯淡，没什么。”我话锋一转，我就是想最后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打我是因为我没立刻还钱，对吗？他嗤笑一声：“废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还就该打，打你都是轻的。”弹幕疯了，他承认了，他亲口承认了，嚣张，太嚣张了。我继续问：第二，你找节目组是不是就想把水搅浑，利用舆论让我身败名裂，逼我就范？他得意地笑了起来：“小子，现在才知道，晚了。你现在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撤案，我就让你在京城混不下去。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看谁耗得过谁。”嚣张、狂妄、愚蠢，他在100万观众面前亲手为自己敲下了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高强，我最后说道：“谢谢你的坦白。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全国有超过150万网友都听见了。”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寂静。几秒钟后传来了他惊慌失措的怒吼和陈娟的尖叫：“你算计我，林墨，你个王八蛋！”我挂断了电话。对着摄像头，我缓缓地第一次露出了我的脸，额头上那道未退的疤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我的话说完了，真相就在这里。
接下来我相信法律，也相信公道。我关闭了直播，窗外天已经亮了，一场属于我的战争结束了。那场直播像一场12级的舆论地震，我的直播录屏和所有证据以病毒式的速度在全网传播。京城卫视的官方账号被愤怒的网友冲到关闭评论。其母公司的股票在周二开盘后应声大跌。第二天中午，京城卫视发布道歉声明，宣布黄金调解栏目无限期停播，对主持人张兰及相关制片人予以开除处理，并表示将对我进行赔偿。警方也发布通告，表示已成立专案组，对高强、陈娟涉嫌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罪名进行并案侦查，并将对黄金调解节目组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展开调查。之前开除我的那家公司 HR 总监又打来了电话，态度180度大转弯，支支吾吾地表示这是一个误会，是公司迫于舆论压力的无奈之举，希望我能回去上班，并承诺给我升职加薪，甚至公司的 CEO 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艾特我，表示了歉意。我只回了2个字：不必。在我最需要公司支持的时候，他们选择抛弃我，这样的公司不值得我回头。没过多久，一家更有名的竞争对手公司通过猎头联系到了我，开出了3倍的薪水和总监的职位。世界仿佛在一夜之间又颠倒了过来，谩骂和诅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海啸般的同情和支持。我的新账号粉丝涨到了数百万，无数人给我发私信为他们之前的言论道歉，给我加油打气。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却异常平静。我赢了吗？我赢了，但我赢得太险也太惨烈。如果我没有老王的监控，如果我没有流星眼录下音，如果我没有扛住压力，选择站出来直播自证，那我是不是就要永远背负着污名，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老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被所有人唾弃，最终在抑郁和绝望中度过余生？我不敢想，这个胜利的代价太大了。关于张兰的后续也很快传了出来，她被电视台开除后成了过街老鼠。以前被她调解过的案例里，一些自认为受到不公对待的当事人也纷纷站出来，揭露她在节目中的偏袒和诱导行为。她从一个金牌主持人一夜之间沦为人人喊打的毒舌。据说她想转行做自媒体，但直播间里全是骂声，不到10分钟就下播了。半年后，高强和陈娟的案子开庭了，我作为原告出席了庭审。在法庭上，我再次见到了他们。短短半年，他们像是老了10几岁，头发花白，形容枯槁，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悔恨，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嚣张和泼辣。他们的辩护律师还在试图用家庭困难、一时冲动、文化水平低、不懂法来博取同情，但我已经不会再被这些话术所动摇。轮到我陈述时，我站起来看着他们，也看着法官，平静地陈述了我的最后意见。我放弃所有民事赔偿，我只有一个请求，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依法从重判决，因为这不仅仅是为我一个人讨回公道，更是为了告诉所有人，这个社会是有底线的，善良不该被欺凌，原则不该被践踏，法律的尊严更不容挑衅。如果我若有理，可以成为伤害他人的借口；如果下跪道歉可以抵消犯罪的后果，那将是对社会公平正义最大的讽刺。最终法锤落下高强，因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陈娟作为共犯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听到判决的那一刻，我爸妈在旁听席上流下了眼泪，我也哭了。这不是软弱的泪，而是释放的泪。这场持续了半年多的噩梦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官司结束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拒绝了那家公司的高薪 offer， 离开了京城，这个我奋斗了5年，也让我伤痕累累的城市。我回到了我南方的家乡小城。大城市的繁华和机会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那场风波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也让我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用那笔没有要的民事赔偿金和自己的积蓄，在老家开了一间小小的个人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利用我那个拥有数百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为那些和我有过类似遭遇却求助无门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咨询和发声的平台。我给这个账号起名为莫哥说事。我不再是那个在996里挣扎的林默，我成了很多人眼里的维权斗士莫哥。我接到的第一个求助来自一个叫小雅的女孩，她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网上被一个情感博主骗了近5万元的挽回课程费用，对方收钱后就消失了。小雅报警后，因为缺乏有效证据，一直没有立案。她绝望之下给我发了私信。我看了他的所有材料，发现那个博主的套路和我经历的舆论操纵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把自己包装成权威，利用对方的脆弱心理进行操控。我教小雅如何系统的整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如何引导其他受害者一起站出来形成证据链。然后我用我的账号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梳理和曝光。帖子发出去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到3天就有超过30名受害者联系到我们，被骗金额累计超过100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充足的证据面前，警方迅速立案，并很快将那个诈骗团伙抓获。小雅给我寄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正义之光，为民发声。我把锦旗挂在了工作室的墙上。我的生活比以前更忙，但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安宁。我从一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对抗网络暴力的战士。那个周末，我坐在自己小院的桂花树下，泡了一壶茶，看我爸在侍弄他的花草，听我妈在厨房里哼着小曲，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手机响了一下，是一条短信：尊敬的客户，您的话费余额为18345.72元。在事情结束后，运营商早已通过流程将那笔错充的2万块扣除了。但不知为何，系统中仍然会时不时发来这样错误的余额提醒，像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数字疤痕。我看着那串数字笑了。那2万块曾经是我的噩梦，是压在我心头的巨石，但现在它更像一个标记，一个坐标，标记着我人生的转折点。它让我摔得粉身碎骨，也让我从废墟里开出了一朵属于自己的坚韧的花。它让我明白，当黑暗降临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发光。